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57，我们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年线和空间点位的观察。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讲一下特斯拉、英伟达、博通、Meta、苹果、MSTR、皮尔 TR、微软、谷歌、SMCI 等以上10只标的的技术分析报告。主要讲解的会有特斯拉、英伟达和博通。本期视频所分析的标的和内容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应该还是会较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的新同学，那么可以看到在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小三角按钮，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阿哲依旧建议从头到尾可以完整的观看，更好的理解阿哲当前的行情观点。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关于纳指的年线的观察。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一个图表，在图表的右侧，它其实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而在图片之上有一个红色的均线，这根均线是参数为170的一个均线。左边的图表，昨天美股开盘之前，俱乐部会员当中所分享的一些内容。阿哲有讲到，现在的美股行情其实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位，这里呢，要么是大级别的牛市底部，要么是熊市启动的位置。我们可以打开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调出170天的均线，然后用均线来去观察市场当中的一个变化。当市场出现回落破位均线时，一般破位的第二天，如果它的高点被大阳线所突破，并且不再跌落，则确认牛市回调底部。而破位的第二天低点如果再次的被跌破，或者说被大阴破位，那么说明是熊市启动，或至少还有1倍的下跌空间。这是纳指在18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规律。那么当前我们就来到了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阿哲调出了170天的均线，那么这一个均线参数是界定于年线和半年线之间，也是阿哲呢比较关注的一个周期。我们会发现的是，在最近的行情走势当中，市场确实跌得有点厉害，而短期也出现了暴跌，但整体的空间和阿哲图表当中所画出来的这些红色方框当中的一个幅度是差不多的。最近用了54根 K 线，下跌幅度是 12.06%， 大部分的下跌幅度是在最近2周出现，而曾经呢有更加夸张的下跌，就是在这一轮下跌当中，用了17根 K 线就跌了 15.79%，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下跌时你的感受。而前面这里呢，这个位置是用了70根 K 线跌了 13.17%，那么像前面这里用了26根跌了 10.49%， 像前面这里高位回归到170日均线的时候用了33根 K 线跌了 10.37%。 所以本次的这种下跌在之前往期行情历史当中，它不算跌得最厉害的，也不算呢下跌时间调整得最久的。而阿哲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您真的担心市场会进入熊市，那么目前它就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你真正的恐慌不是在170天均线上的下跌，而是在它之后的下跌。因为纳斯达克指数如果是170天均线之上的下跌，很大概率成为的是一个牛市底部。那么现在阿哲教大家2种方法去判断如何在这里确认一个牛市底部的成立。第一种是比较激进的，它的买点的成立。我们放大图表，像我们看到前面这里，像有一些暴跌下跌下来，它可能都没有出现有效的破位啊，低开高走，让整体收盘呢都没怎么跌破，这种呢我们先不用去关注，它就是170天线的一个支撑。我们看到本次下跌其实就有一个破位的行为，股价收盘跌破算是第一天，那么2天的衰竭就是看到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的 K 线的低点如果还能再次的被收盘跌破，那么说明下跌力度是很够的，它容易呢导致牛熊的反转。但第二天后高点反而被突破，没有跌破，那么这反而是绝处逢生牛市底部的买点。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买点，后面阿哲会再讲一个相对保守的确认方式。我们再往前去看，像这一波牛市反转，市场呢前面是处于熊市走势，而后股价有效突破又没有有效跌破，后面牛市就来了。那么这一波在170天均线附近的走势怎么去看？
价格首次的下跌其实没有出现收盘有效破位，第二次下跌这里是收盘跌破，收盘跌破之后，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第二天低点没有再被跌破，而后高点被快速突破，而且是跳空高开高走的突破，这个位置确认了这里是一个回调的牛市底部。我们再往前去看，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没有支撑住，反而出现下跌？那是不是首次跌破是它？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第二天只跌了，但是价格高点没有被突破，低点呢被跌破。当然我们看到这里，它略微第二天收盘好像是有点涨上，如果是收盘涨上去了，那么再跌破，你可以重新往后算，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第二天的低点依旧被跌破，高点依旧没突破，所以不管是把它算第一天还是把它算第一天，其实都是往下跌破的状态，所以后面的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牛市转为熊市？那么其实在之前也都有这种现象，在170天之上它的一个下跌，哪怕是18年之前，很多时候这种下跌只要不是有效的跌破，是不是以机会为主？没有有效的跌破就以机会为主，如果跌破反抽再跌破，是不是出现了还有1倍的下跌空间？包括前面这里下跌反弹再跌破，是不是有效跌破之后它至少还有1倍以上的下跌空间？而假如在这种位置没有有效跌破，它反而是一些好的买点。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目前最新的行情，市场呢出现了一天的跌破，第二天回来，那我们说重新计算，这一天算第一天跌破，而这一天算第二天跌破。目前的股价走势在第二天的低点和高点处震荡，我们就看一下它是会出现大阴线把它低点跌破，还是大阳线把它高点突破。如果突破，说明这里将是一个左侧我们认为牛市回调底部能够抄底买进的位置，而且是可以开始仓位较大的去上的位置。前面的下跌股价止跌反弹，那么阿哲那时候提醒了抄底仓位，很多时候讲到是小仓位1成2成为极限去玩一玩，或者说要做好止损。那从这一个位置开始，只要不跌破2的低点，或不出现明显的下破2的低点，后续价格的走势如果能突破，在这之上我们可以相对重仓的去布局，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牛市的底部行情。那有同学呢可能会在想，阿哲这一些均线的规律你是现在才找到的吗？为什么之前你不说170天均线要注意，下跌到这里是一个大机会呢？其实阿哲不是没有说，而是之前讲过，但是时间太久了，所以你可能忘了，或者说之前呢你可能都没有看到阿哲频道。而像前期的这些圆圈的地方，阿哲的频道都还没有建立，那自然呢没有发表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也可以去翻看阿哲往期的视频，当时这个视频在7月前，那么这个视频的标题是美股赶快抄底不然后悔，多头最后的支撑。那么当时是怎么去判定的？其实用的也是年线和半年线啊，蓝色线和白色线，白色线呢是相对标准的年线，而蓝色线呢是半年线。刚才我们所说的170天周期的线是在这中间左右，而当时这一波17根 K 线跌了 15% 以上的行情，这种暴跌是不是更容易让你感到恐慌？是不是比本次下跌更加容易让你感到绝望？当时有多少人会认为这里是一个牛市的结束，熊市的开始呢？相信当时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用年线的一个博弈，我们就说到了激进的策略是本周越跌越买，而保守的策略呢是在年线这附近我们去看到底分型的存在和确认。那什么叫做保守策略底分型的确认？那阿哲呢现在就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一个相对确认性的买点。股价下跌到年线附近，我们知道这里的空间在中长期是比较安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底分型来确认这个点位是否真的有买点或者真的止跌了。那么先知道什么叫底分型，当股价出现了一个低点比昨天低比右天低，而中间是最低，那么这就是一个最为简单最为宽松的底分型。那价格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结构，在170天均线附近产生，那我们知道空间安全，那怎么去确认它后续能够买进？从右侧的角度，我们可以用底分型确认2个压力位，第一个是3号 K 线的高点，以及1号 K 线的高点，这属于一个价格见到低点之后，是否只是一个普通的反弹低点，亦或者它能够形成一个不错的上涨，我们可以去确定的2个价位。
突破3的高点可以做一笔的买进，突破1的高点呢，我们可以再加仓买进。而价格在分型之上，我们认为是比较安全的。股价后续只要维持在这2个点位最低的那个点之上，那么价格就依旧保持有效，这里依旧是一个底部安全区域。前面低点买进的筹码依旧作为建仓的筹码，我们要保留这一份底仓，后面呢再去滚动操作。那包括前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股价下跌，跌到这里年线附近170天均线附近时，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底分型产生了，它的高点是不是都没有突破？那股价再次下跌，跌到这里又是一个底分型。那么这里出现了一次突破为买进，而这里再次突破为买点。那股价后面没有再次的回到这一个区间之内，亦或者是跌破最低的这个区间，那么就依旧保留此次的底仓。这也是在一个牛市底部区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一个买入建仓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股价的这一个下跌走势，这一轮下跌有没有出现底分型？其实有，这里是不是曾经出现过底分型，一个反弹，但级别比较小，高点没突破，这个高点也没突破，价格再次下跌。那这波下跌低点一直在降低，那么直到哪里出现呢？直到这里出现了一个 V 型反转，它见到了本周的最低价格。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股价有没有再创它的新低？没有收盘再打破它的低点，那么这个底分型就依旧以它为重点的中轴。那么中轴的右边它是一个3号 K 线，左边是1号 K 线。那么我们也可以判定一下价格的2个布局点。当股价上涨到3之上为一次建仓时机，再次上涨突破1之上，那么为2次买点。价格后续只要不往下跌破，就依旧保留牛市大底的底仓，后续只要不跌破，就依旧没有出现熊市行情，没有熊市反转的迹象。这一种操作思路是偏右侧的，但是会更加安全，更加有效。一旦买入之后，如果跌破，那么就把我们认为牛市的底仓给卖掉，只要不跌破，就依旧看涨，依旧认为这里是牛市的一个底部行情。那么这一个视频的观点是7个月前所讲到的，当时用这种方案，用这种年限来判定牛市回调的底部。那么现在又来到同样的地方，那会不会这个地方再走7个月，它又是一个牛市的大底？那么我们可不能再等7个月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所以这里不管它会不会成为牛市的大底，亦或者它会成为之前类似于这里它的牛市反转，熊市的开始。但是在没有真正走出确认之前，我们不能够认为本次的上升趋势它结束了。只要这一轮趋势还在延续，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牛市大级别的底部。那么到这里我们要找的是做多的机会。那么对于现在，我们只需要看这一根均线就行，其他的任何技术指标，任何的价格变化，我们都不如看这一根均线来得有用。以上就是阿哲在本期视频当中最重要的内容，阿哲放到了第一部分来为大家去讲解目前大环境纳指的一个所处价位是比较关键的，你一定要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讲到空间技术的点位分析。纳指年线是中长线美股市场目前所处的一个位置较为的低，至少在牛市行情当中它是足够的低。那么在这种低位，我们怎么去看待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这是一个短线的分析。阿哲会在空间点位分析当中告诉大家，在下周周一的时候有哪个支撑，哪个压力是要在日内去关注的。而关于这个短线的日内点位分析，在后续的个股交易当中，阿哲呢也会作为比较重要的多空交易的参考。所以如果是新同学，千万不要跳过这部分内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发布、都会更新的一个盘前解析，只要您是订阅观众，都有机会能够收得到。而在左侧信息当中，每天的盘前阿哲会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阿哲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昨天呢，其实阿哲有讲到，市场已经临近到了一个多头和空头决胜的最关键的位置，牛熊的分界点。这个时候空单最好不要乱去开了，空单最好是在跌破 JK 图谱0号 K 线最低点之后再去开仓或加仓。而这一个防守位其实就是最近本周的低点 17956.6。 那么这个点位
它很关键，因为它不只是某些模型的反手，它也是年线破位 K 线的第二天。所以在第二根 K 线之上，你不要去乱做多，因为很有可能就买到了一个牛市的底部和一个下跌的结束。只有确认牛市结束，目前是熊市的开始，你才能开始再去做空。那么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而下方这里是阿哲的一些计算公式所得来的一些点位测算。那么这个点位有什么作用？怎么去使用？我们看到最新的昨天盘前的点位，再看到右边的行情走势。在右边行情走势当中，这两个点位它表现在图表是哪个价位？是不是这两根黄线的价位？而昨天的 K 线是在这两根黄线之内收盘的，那么这则说明多空之间没有明显的日内的强弱变化。如果多方强势，那么昨天收盘应该收在预测高点之上；如果空方强势，应该收盘收在昨天的预测低点之下。昨天的最低价是 17768.59， 而我们预测的低点是 17795.40， 略微跌破之后受到日内的支撑，又再次的站回来了。如果它当时收盘收在这之下，则是空方强势。那么所谓的多空强弱它有什么作用？那么在图表当中你也可以看到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它其实就是对于价格多空的反应。如果是红灯，说明当天收盘跌破阿哲预测日内低点，而跌破日内低点显示红灯，说明空方极度强势，多方较弱。反之，如果出现绿灯，则说明市场当中的多方强势，因为它的收盘价突破了预测高点。所以这是一个红绿灯的由来和它的一个作用。昨天没有红灯，没有绿灯，所以延续之前的方向。之前呢为红灯，所以目前市场依旧维持下跌，这是空间预测上给到我们的一个判断。短期方面依旧是惯性下跌的。那我们再看到下周周一的时候，下一个交易日它的预测高点是 18457.39， 预测低点是 17982.41， 这两个点位则说明下周周一如果收盘在高点之上是绿灯，短线多头走强；如果在低点之下收盘，那么红灯则说明空方走强。像价格走势在前期高点出现了绿灯之后惯性上涨，而后在这根长长下影线的位置出现了红灯，红灯之后一路的下跌，一路的红灯，没有绿灯，这就说明短线的空头极度强势，一直保持强势，多方没有冒头。而最近在这个低位盘整的时候，在 V 型反转第二天出现了一个绿灯，说明股价走到这里，短线多头开始有所活跃。但可惜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又是红灯，它意味着昨天绿灯为反弹罢了。所以目前的短线在空间点位上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表示出强势，依旧属于空方惯性下跌过程中。这是短线的一个判断，通过空间的点位去测算。下周周一关注这两个点位，如果再次出现绿灯，再加上这个位置是安全的牛市底部区域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等待一些提前性的小仓位买点。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新同学，这一个点位呢只用于周一，它是每天都会变化的，所以每天阿哲呢都会在盘前的信息当中去更新，所以每天它的一个数值都不一样。阿哲目前呢会更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三只股票的一个每天之内支撑和压力。个股解析环节当中，我们会讲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三个部分的解析。那么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现在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特斯拉最近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单边下跌途中。之前市场跌破了 324.24 的时候，阿哲呢是认为特斯拉应该止损了，不能够再去抄底。那么股价后面的下跌空间也如期来到了以下第一个支撑区域 267.92 和 257.34 之中。那么这一轮股价的下跌到此它结束了吗？亦或者我们可以抄底了吗？我们看到价格最近本周的下跌，虽然说依旧保持这种单边的走势，但其实也跟市场一样出现了两根长下影线，并且它没有跌破 257.34， 还在这个区间内去震荡。所以目前能不能抄底，我们需要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上涨信号。其实特斯拉从这个高点下跌以来，它没有出现超过2天的上涨，哪怕这里有2根阳线，其实呢也是一根假阳线和一根上涨阳线，到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反弹的现象。
所以这一个支撑区间是否真的有效，不能简单通过一根长下影线来判断，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能够让价格脱离 267.92 区间的阳线产生。在此之前，如果还是保持这种震荡行情，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特斯拉将会在这两个区间内盘整，而久守易失。所以 257.34 如果在此之上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很容易又会再次的往下去破位。那么下一个支撑位，那么阿哲呢在破位之后会告诉大家，其实还是有蛮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在这个区间内，最好能够出现短线明显的上涨行情走势，最好是一根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的 K 线。这是空间上特斯拉来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但目前没有价格的启动信号。我们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我们现在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动能和资金图表，上方的动能 K 线和纳指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行情是一样的，只要是红灯就跌破了预测低点，绿灯就是突破预测高点，所以绿灯为强，红灯为弱。在短线上的走势，我们看到最近的表现，市场是不是下跌途中虽然没有连续上涨，但其实当天多方走强的表现是有的，这一天和这一天都是绿灯，而在这一个中间区域它没有红灯产生，所以属于一个下跌的停顿。但可惜呢没有维持太久，这一天又再次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红灯 K 线产生说明市场的下跌再次转为了空方，所以在动能 K 线上目前是一个空方力强而股价惯性下跌的过程。不过在资金上有些特殊的表现，就是市场前面是资金流出，而最近的缓跌开始资金有所流进。所以当前的价格特斯拉呢虽然在惯性下跌，但资金已经有提前的反应，只是我们最好不能因为资金流进就单纯的买进，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价格下跌，可能有些资金会提前抄底，但这些抄底资金它不一定就真的能够买到一个低点，因为机构大资金也不一定每次买进都能刚好买到低点上。所以作为散户呢，我们最好还是等待明确的价格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关键的一个 K 线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这根流进 K 线它的低点目前在它的下方收了2个十日星2个假阳线，而这里呢有一根阴线，整体跌破的力度其实不强的，所以最好能够不要求特别强势的阳线，但至少要用时间慢慢的收回来。而因为呢在周五收出的是一根假阳线，市场是下跌的，但收的是一根阳线。我们曾经说过假阳线的买点是价格收盘突破它的高点，所以哪怕没有出现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但是只要在这里能够出现一根收盘价高于假阳线高点的 K 线，那么其实呢也可以作为在支撑区间上一个小的买点，只是买入仓位可以低一点，因为博弈的是一个反弹。那么现在我们也要看到周一的时候它何时会出现红灯，何时会再次出现绿灯，这里呢有2个关键的预测高低点，预测的高点周一是 264.46， 价格收盘突破它就是一个绿灯，而它的预测低点是 248.94， 我们收盘跌破这个价格的低点则会出现红灯，那么市场呢依旧是一个风险，依旧是空方的加速下跌。在这之中的话，那么就说明还是惯性下跌，没有出现任何多方转强的信号，这是特斯拉在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英伟达的走势表现比特斯拉可能还要差一点，因为价格的下跌它跌破了116，前期的这种暴跌以及2次的探底其实都没有跌破116，而价格最近呢出现了一个阴线跌破，它的第2天在哪里？第2天在这里。那么股价跌破第1天、第2天，关键价位第2天的低点目前有所支撑，但整体的收盘其实已经在116之下收了一段时间，而且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又下跌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所以英伟达在重新回到116之上明显回上来之前，这个位置不太好去做多，任何的买进信号都有点风险，最好要重新站在116之上才行，不然的话它有可能出现反弹而后再受压往103我们之前讲过的支撑位去运行，所以这里要关注它对116有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而它只要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那其实就是正常来讲应该是有效跌破，那么103就很快会摸到。
而假如2的低点迟迟不跌破，重新回归116之上，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再次的黄金坑。之前产生这种行情你没有把握得到，那么这里如果再次能够回归，再次站稳，那么还是有希望再次出现强势的反弹。所以英伟达空间价位关注116它的撑压反应，如果116变成了压力，那么103就很容易摸到。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在前期股价上涨时是单边上涨，它是连续的绿灯，而后面呢，在这波下跌时也是单边的下跌，而连续它都是红灯，中间有绿灯后也立马转红，所以这波下跌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强势有效的反弹产生，而它也保持着一贯的阴阳交错结构，是不是从这一天开始是阴线，然后就连续的阴阳交错排列，而像这一天出现了连续2根阴线，阴阳交错呢被打破，所以这一天作为英伟达 K 线上的变盘点，它的高点和低点将是关键 K 线，这是从 K 线的图谱上来讲到的。这里如果能够出现突破，我们也可以认为英伟达低点这里是低点变盘。而在动能 K 线上，其实目前还没有太强势的上涨，没有再次新的绿灯产生，还是红灯的惯性下跌当中。资金层面之前一直流出，最近呢开始有所波动，关注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这一天被跌破，正常这一天就是高点，连续下跌，目前也确实在延续下跌的过程。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关注2点，第一个就是这一天它是阴阳交错图谱的最后一根 K 线，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可以，这是变盘低点的一种信号。另外一个就是多方的动能能不能转强，也就是绿灯会不会产生。那么何时会产生绿灯，我们先关注周一，股价预测高点是 116.045， 而它的一个预测低点是 110.125， 那么价格收盘 116.045 之上是一个绿灯，收在 110.125 之下是红灯，就继续小心。因为股价一旦收到 110.125 之下，基本上也跌破了前面的低点。我们说这根 K 线的低点被跌破，那么是不是116就是有效的跌破？那么116有效跌破的话，那么价格就容易跑到103，而高点 116.045 突破是绿灯，同样它也回到了116之上，所以目前的红灯和绿灯的产生，它下一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观察点。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阿哲要讲一下博通、Meta、苹果、MSTR、皮尔提亚、微软、谷歌、SMCI 等以上8只标的的解析。那么在其中，阿哲比起往期，我们剔除掉了 TM 和高通，那么这2只标的呢比较弱势，所以阿哲呢先把它放出来。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些结构性比较良好，或者说超跌易反弹的个股，更容易在接下来如果是牛市底部确认的时候，短线上有交易机会的个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博通的日线图表，上方除了动能 K 线，阿哲还加上了170天的均线，因为我们知道指数目前也跌到了这里，而博通其实也从高位下跌，跌到了这个位置。而我们看一下之前博通的走势，这一波走势当中一直保持上涨，一直呢在170天均线之上，而我们会发现它回踩的时间或者说次数也不少，价格的走势是不是这里3次都回踩了，而现在呢是近期这种长期上升趋势当中第4次的回踩。那么我们放大图表，目前的这一轮回踩，价格走到这里，指数呢是一个低开出现长下影线 V 型反转，而博通是一个高开高走，同时是回踩了一下170天均线，跌破的第一天立马第二天反抽，立马的反弹，说明170天均线对于博通也是有支撑的效果。同时我们看到价格的红绿灯上，是不是这一天是一个红灯？从动能 K 线上看，我们知道最近产生了一个绿灯 K 线，而价格之前也曾经有产生过绿灯，但第二天立马是红灯。我们说如果按照红绿灯操作，那绿灯为买进，第二天立马是红灯，就立马要止损，因为后续呢说明还在空方的市场当中。而当下在惯性下跌一段时间后，又再次在170天均线上出现了绿灯。我们说在这一个关键价位附近，用分型可以去看一下，现在是不是一个底分型，
并且这个底分型是强势底分，因为3号 K 线的收盘是超过了1号 K 线的最高价格，这是一个强势底分的表现。所以这里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17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买点。那第二个买点就是收盘再次站在3号 K 线高点之上，那么我们依旧呢也可以通过这一个方式来确认它这里是不是真的一个买入时机。我们希望博通在后续的股价运行当中不要跌破这一个底分型1和3两个高点的区间，不跌破，那么将比指数更加快的走出这种底部行情。而如果这里它后续快速跌破，那么说明这个底部构建的还不够的成功，我们需要等待它稳定在1和3的高点之上，会是一个更加不错的把握上涨的机会和抄底的点位。这里稍微要关注一下，就是它可千万不要再出现红灯，如果绿灯之后又出现红灯，那么这里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它有可能会有效跌破170天的均线。所以这个位置的一个红绿灯怎么产生？周一关注预测高点是202.180，这个位置突破则说明绿灯是维持的，而低点的红灯将会在跌破188.26之后产生。如果一根 K 线收盘跌破，那么就说明博通又是一个绿灯之后转红灯的 K 线，那么这里呢要小心170天均线的有效跌破。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eta。Meta 的股价走势还算是比较强势的，因为它离170天均线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从前期股价的走势，它都不怎么回踩170天均线，一直呢在这个均线之上运行。走势回踩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一个位置而已，而且呢没有跌破就踩了一下。那么目前的 Meta 阿哲保持的观点和上期视频是一样的，当前它的结构是优于很多市场的个股，它处于一个上涨突破之后的回踩点位，它的结构是比较优良的。那么在最近周五的时候出现长长的下影线，踩到了这个区间之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区间之内的支撑筹码都还是 OK 的，所以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长长的下影线。所以当下阿哲认为 Meta 肯定是有交易机会，只是市场的一个走势当下也在确定一个节点，是牛市的底部还是熊市的一个反转。它呢同样也会影响到一些个股的走势，就是哪怕一些个股它的业绩不错，甚至呢有大幅增长，但如果市场走势偏熊或后续真的转熊，它也容易下跌。所以当前的关键在于纳指是否是大级别牛市回调底部，如果是的话，我们的个股可以去积极找买点，哪怕偶尔出现止损，下一次再出现买点也依旧可以去买进。因为目前的指数如果真是牛市底部，那么每一个前期被杀估值的科技个股都有机会重新回归上涨。当下我们需要等待的是在前面这个震荡区间内再次的出现走出来，再次出现上涨回调，不去跌破。在结构上 Meta 需要出现这么一个动作，那么现在 Meta 出现一个 K 线将会很明显奠定它的回归，就是收盘价格突破昨天假阳线的高点。昨天高点，那么昨天假阳线的高点一旦被收盘突破，最好是比较不错的阳线突破，那么将会奠定这个假阳线是假阳见真底。因为它目前也处在一个较为密集的震荡区间内，前期的筹码密集区目前成为了一个支撑区，只等待它的再次回归，那么可以确认再次的买点。现在在这个区间内就先不要再次去买进了，前面买进的 K 线第二天立马转为了红灯。我们说绿灯买进，那么红灯在第二天产生，这是最害怕的事情，因为绿灯后的红灯说明昨天绿灯是诱多，那么绿灯后的红灯说明昨天为诱多，那么在红灯之后就要小心。在周一的时候预测的高点是 630.225， 股价收盘在此之上，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绿灯。如果收盘跌破 596.045， 则会看到一个红灯，那么这就是一个风险的延续。如果出现绿灯，最好能够顺势突破昨天高点，因为昨天高点呢是 634.79， 在绿灯时还差一点突破，所以最好还是能够收在昨天高点之上，同时产生绿灯。同样的，我们再看到前方的资金层面，这里呢是连续的流出，流进 K 线在它，但是流进 K 线呢被跌破了，并且没有站回来，所以股价呢延续下跌。那么流进 K 线后的首根流出是它
它呢目前还没有被跌破，股价收盘依旧在它之上，所以价格在这里是有一个支撑的。这一根 K 线最好不要被收盘跌破，如果收盘跌破，它也意味着有延续下跌的可能。我们再看到苹果整体的走势跟 Meta 一样是相对良好，只是 Meta 呢可能走势结构会更加的漂亮完整，而苹果它其实也是前期这个高点区间附近出现了一个突破回踩，而目前依旧在回踩的确认当中，而从昨天的阳线表现来看，它应该是不错的，目前有继续上扬的机会。我们再看到170天的均线，是不是苹果最近一直在沿着这个均线上运行，它比指数呢更快的回踩过了一次170天均线，然后没有出现有效跌破，在这里重新拔起来，在这里出现震荡，所以当下还是在170天附近出现2根长长的下影线，而价格在昨天出现了收盘价高于昨天最高价的 K 线，并且下面是绿灯，所以这里呢我们依旧认为是买入机会。指数最近是连续下跌，但是你会发现苹果的红绿灯表现，这里是一个绿灯，这里是个绿灯，中间没有红灯，所以从这一天绿灯开始之后，指数连续下跌，而它呢依旧保持在绿灯的惯性上涨当中，这一天再次是绿灯，所以我们认为苹果也是构成了买入时机的。我们再看近一点，下方的资金层面连续流出之后，流进 K 线是它是首根流进，它的高点被突破，所以苹果目前我们认为可以看涨。接下来是 MSTR 前期低位的时候我们看涨，然后股价出现了反弹，幅度呢有10来20个点。那反弹后，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到这里有一个压力，而压力要突破，那么这个压力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前面呢有一个震荡，同时这一天是上穿啊，有高点变盘，所以这一根 K 线的高点会是压力，在这里出现了三阳小顶，所以这一波反弹到这里短线结束一笔是没有问题的。那股价后面的回落跌破了三阳小顶的低点，所以这属于三阳小顶的一个风险的范畴。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看到，如果股价后面回落，哪里是一个支撑点？那第一个就是这根阳线的低点，也是三阳小顶整体区间的一半左右。那价格在这里如果能出现底分型，或者说一些起涨的信号，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我们可以认为 MSTR 来到了回调买点上。或假如更加强势的是，它这个三阳小顶的低点被跌破，如果能够在下一个交易日快速的站上，并且很强势的站回来，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回调买点。这是 MSTR 在结构上阿哲的看法。我们再看到红绿灯上，在前期低点出现了这个绿灯后，股价启动了一下，但是没有连续的绿灯，所以整体动能是一直在衰弱的。像这一根阳线昨天产生，但是它没有红灯，目前的下跌力度也不算太强。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要关注的预测低点和高点，预测高点是 298.81， 而预测的低点是 269.81， 价格收盘突破 298.81， 这是绿灯，跌破 269.81， 则它会是一根红灯 K 线。我们放远一点看，你也会发现其实本轮的下跌不也是从一个高点回归到17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走势吗？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跟 Meta 一样，走势是很强劲的。通过170天均线，你可以看到在最近的走势当中一直是很明显的乖离，很明显的运行，所以它比整体的指数、整体的个股都要强势。那最近呢，它是不是也是回踩了前期的突破的高点，把缺口补掉了？那 PLTR 目前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我们看到在3月6号的时候，它是一个下跌，它是一个什么 K 线？它是一个红灯 K 线。红灯 K 线产生，我们说是风险，但红灯之后立马第二天是一个绿灯。我们说在绿灯之后产生红灯是不好的，说明呢昨天的绿灯为诱多。但如果它是一个红灯之后产生绿灯呢，就说明昨天的红灯为砸盘，一般后续还有上涨空间。所以这一天出现了红灯，它是一个下跌，但第二天是一个绿灯，则说明昨天红灯它为一个砸盘 K 线。那砸盘在低位产生，那么我们认为是不是可以看涨？
不然它砸盘砸来干嘛呢？它就是为了最后一跌嘛。所以这一个绿灯可以直接作为买点，因为昨天为红灯，今天为绿灯，那么今天绿灯为买点。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短线就简单了，等待下一个红灯的产生。如果你说又来一个红灯，那么就止损。所以在下周周一的时候，关注 PLTR 红灯的产生是 82.03， 收盘跌破红灯产生，立马离场。如果收盘在 88.04 之上，说明是绿灯，则继续加仓。这是 PLTR 目前短线上我们从多空的角度去判断的交易策略。在资金层面呢，就关注一下，可能后续继续上涨会出现上穿零轴，就是变盘高点压力产生，到时候那么我们再说。接下来我们看到微软最近的走势是出现了绿灯之后的回落。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这一点，就是市场连续的流出之后，首根流进 K 线它其实就要关注一下，因为它的低点为支撑，高点也会有压力，是不是后面冲高回落，在这里出现震荡。但是要注意了，在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上穿，所以上穿 K 线它为变盘高点，那是不是有一个变盘高点小级别的产生？而当前的股价其实还是蛮强势的，它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它都是一个阳线，像这两天都是假阳线，而且有一个长上影线加长下影线，有点天地双剑的意思，也就是类似于揉搓线。所以目前的微软有机会是在这一根大阳线里面出现了正仓行为。那如果股价大幅下跌到此处出现正仓，那么意味着市场是有机会产生继续的上涨。关键在于揉搓线和正仓之后，价格能不能突破关键的高点，就是这个区间是一个小级别的震荡，小级别的筹码密集，我们需要看一下能不能往上破，往上破则方向向上，正仓之后依旧看涨，往下破则微软还会有下跌。当前价格连续2天调整都是阳线，那么也没有出现红灯和绿灯，我们也关注一下，在下周周一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绿灯，亦或者是红灯呢？我们看到周一预测的高点是 394.055， 以及它的低点是 384.795， 那么价格收盘在 394.055 之上就是绿灯，收盘在 384.795 之下就是红灯。下面我们看到谷歌呢也是有相对一段时间阿哲没有去讲到了，因为前面在大幅跳空低开之后，我们有讲到股价的下穿 K 线，就是下穿 K 线一般如果还处于上涨行情，它的低点应该是不被跌破的，但跌破就比较麻烦，所以价格跌破之后呢，它又没有回来，所以它说明还得延续下跌。那么这种延续下跌的走势，在最后一波是连续的红灯，连续的加速下跌。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下跌行情指数也在下跌，整体大家都在下跌，所以本来就弱势，那遇到指数也不好，环境也不好，那就加速下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低位的时候，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灯？前面呢一直红灯，这里也是红灯，但这个红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红灯之后立马转为绿灯。我们说红灯转绿灯，那么昨天为红灯则为砸盘，那么今天的绿灯则为买点，所以价格在极弱的多头再转为极强的多头，我们说可以是买进点。那么这里是买点，买点之后震荡了，缓涨了2天，又出现了一个绿灯，所以目前的谷歌在动能上是一个持续看涨的过程。我们看到资金层面底下这一天是一个绿色流进柱上穿，上穿的 K 线为变盘点，如果价格是反弹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如果价格不是反弹，它还会持续上涨，那么它应该突破它的高点，所以价格只要收盘收在这之上，则是谷歌再次的买点。目前的谷歌整体走势越来越强，慢慢的多头占据优势。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希望绿灯能够持续产生，最好不要有绿灯之后红灯的出现。那么我们看一下周一要关注的点位，预测的低点是174，收盘跌破是红灯，那绿灯后转红灯就是不好的现象。预测的高点是 178.65， 价格收盘在 178.65 之上，这是绿灯，持续的看涨，持续的加仓，这是谷歌的分析。最后我们看到 SMCI 现在是一个
大幅下跌之后的震荡行情，它的一个整体结构其实也还是不错的。目前的这一波回调是在跌破这个高点之后，来到了前面这个高点的影线区间。那么在影线区间，它也是前期过去的这个高点，之前呢出现了突破，回踩2天就启动了。那目前又回到了这个结构性关键的点位，我们来看一下支撑是否能够有效。现在这里没有出现一个绿灯信号，本次的下跌都没有一个绿灯比较好的买点。这一天绿灯了，但可惜是一根冲高回落的 K 线，这种 K 线是不作为买点的。而后的惯性下跌当中也没有绿灯的产生。不过最近好的是低点有所抬高，这一天是 IRK 线，IRK 线买进之后，其实目前的反手位是还没有被打破的。那没有被打破的防守位，我们就再看一下，它是会往下跌打破防守，还是说会往上出现绿灯 K 线。像这一天出现了低开高走，指数是大幅下探，它呢是小幅下探，然后是反包阳线，所以 SMCI 走到这里也算是一个可以关注的标的，只是绿灯产生后会更好。那我们关注一下周一股价的绿灯应该是突破 39.929， 收盘突破这是绿灯产生。如果价格收盘跌破 36.801， 那就是红灯，那么说明还会延续下跌。在指引层面上，价格下跌流进的 K 线是它呢有被跌破吗？有，跌破了一点点，但是立马收阳，略微的回归了一下，所以还不算是有效跌破，还可以继续关注这个区域，有机会形成底部区域，要等待启动阳线的产生。